东汉末年的乱世烟尘中，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下邳县丞孙坚，突然踏入权力的漩涡，黄巾之乱的硝烟，董卓专权的黑影，诸侯暗流的交织，都在推动着他一步步走向惊心动魄的历史前台。但这位江东之虎的崛起，究竟源于胆略、机缘，还是时代背后更深的布局？没人能提前看清答案，而孙氏三代改变天下的序幕就在此刻悄然拉开。孙坚本是下邳县丞，黄巾起义爆发后，朝廷委任他为左军司马，允许他在淮泗一带地区招兵买马，镇压起义军。孙坚作战勇猛，立下不少战功，很快就升任为别部司马。董卓专权后，孙坚积极参与讨伐董卓，他带着大军来到鲁阳（今河南鲁山），和袁术结为同盟。董卓害怕孙坚对自己造成威胁，多次派人袭击孙坚的军队，都被孙坚打了回去。公元191年，袁术派孙坚去攻打另一个地方军阀刘表。孙坚在樊城和邓城之间遭遇了刘表部将黄祖的军队，他很轻松地击溃了黄祖，围困襄阳。刘表命黄祖出兵奇袭，黄祖又败，想回城时，孙坚切断了他的退路，他只得撤往岘山。孙坚追击黄祖，想扩大胜果。黄祖逃到岘山的竹林里躲藏起来，准备放箭射死孙坚。孙坚只顾一路追赶，没料到会遭遇埋伏。孙坚不幸中箭，回去之后没多久就不治身亡了。孙坚有两个儿子，大儿子叫孙策，小儿子叫孙权。孙坚去世时，孙策只有17岁，他带着弟弟把父亲的遗体运回曲阿县下葬，随后便渡过长江，在江都（今江苏扬州）安定下来。孙策在江都结交了不少能人异士，还组建了自己的军队。他不像别的军阀那么暴力，待人接物都很有礼貌，而且懂得用人之道，体恤部下，善于接受建议，人们都乐于为他效命。短时间内，孙策手下就聚集了大批人马，想做一番大事业，光靠一个人的力量是不行的。公元193年，孙策带着军队前往寿春，投奔了袁术。为了让袁术接纳自己，他对天下局势做了很精确的分析，还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袁术，并说自己要接替父亲未完成的事业。说到动情处时，孙策痛哭流涕。袁术心里明白，孙策是个有真才实学的人才，但他对孙策怀有戒心，害怕他会威胁到自己。袁术想了个主意，孙策的舅舅吴景当时是丹阳太守，袁术指示孙策去投奔他，孙策没有办法，只好带着部下赶往丹阳。靠着吴景的势力，孙策的军队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张。可是谁也没有料到，丹阳遭到了荆县大帅祖朗的攻击，吴景和孙策奋力抵抗，还是被打败了。孙策的军队几乎全军覆没，眼看前路渺茫，孙策只好再去求助袁术。这一次，袁术找不到理由来拒绝孙策，只好拨给他1000多人。孙策就带着这些人马与吴景一起击败祖朗，将其赶走。其后在袁术手下做事，孙策的本领也渐渐显露出来，得到了一部分人的称赞。有一天，丹阳尉朱志对孙坚说：袁术没有雄才伟略，眼下虽然风光，但不会长久。凭你的才能，足可以争霸一方，何必在他手下消灭？江东地区是块宝地，不如把那儿占领下来。孙策仔细思考了朱志的建议，觉得是一个好办法。正巧孙策的舅舅吴景在江东作战，孙策于是就请袁术，希望袁术同意自己去江东为舅舅助阵。为了让袁术放下戒备，孙策还许诺会在江东招募更多的人来报效袁术。一开始袁术确实很矛盾，他怕孙策这一去就是放虎归山。可他转念一想，江东周围的地方势力都很凶猛，就算孙策真的占领了江东，也不可能长久下去。这么一想，袁术放心了。他不但同意了孙策的请求，还上奏朝廷，封孙策为折冲校尉。
孙策带着部队朝江东赶去，很多人听到孙策出行的消息，纷纷赶来投靠孙策。等到达吴景的驻地溧阳之后，孙策手下已经有了5000多人。丹阳太守周善的侄子周瑜是孙策小时候的好朋友，他听到孙策到来的消息后，曾说服那里运了很多粮食给孙策，还表示自己也要加入孙策的阵营，喜得孙策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他。渡过长江后，孙策首先对刘祖进行攻击，这一战收获了很多粮食和武器，接着又对荣城发起进攻。荣城当时属于刘繇的势力范围，由他的部下轸戎看守。第一场交战中，孙策腿上中了一箭，士兵们手忙脚乱地把他抬回军营。孙策灵机一动，让士兵对外谎称自己被箭射死了。于是大家在军营里高声大叫：孙兰被箭射死了！事情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很快就传到轸戎军营里。轸戎得知后很高兴，命令手下乘胜偷袭孙策的部队。可是孙策早就布下了埋伏，轸戎偷袭不到。又得知孙策还好端端的活着，着实把他气得半死，只好命令部下严防死守，不给孙策一点可乘之机。眼见轸戎的防御严不可破，孙策干脆掉头攻打曲阿县。刘繇一听就慌了神，孙策的部队刚在曲阿县城外驻扎下来，刘繇就带着亲信一溜烟逃跑了。孙策轻而易举地得到了曲阿县，他在城里到处张贴布告，劝刘繇和轸戎的士兵前来投降，并承诺不强迫他们参军，如果有谁愿意加入孙策的军队，就减免那家人的税赋，要是不愿意也不勉强。布告一出，前来投奔的人络绎不绝，百姓很感谢孙策，家家户户都拿出酒水、粮食犒劳军队。没过多久，孙策的军队从几千人增加到2万多人，孙策的威望也震惊了整个江东地区。若是不出意外的话，孙策肯定会取得更大的成功。然而事与愿违，公元200年，孙策在当涂山中打猎途中被暗箭射中。虽然医生竭尽全力治疗伤势，但孙策的病情一天天的加重，没多久就去世了。死前，孙策把得力部下都召集到床边，请求他们全力辅佐孙权。部下们含泪答应了。孙权当时还没到20岁，悲痛之中，他继承了哥哥的将军职位，正式开始对江东进行统治。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讨伐江夏太守黄祖。黄祖手下有一员大将名叫甘宁，从没得到黄祖的重用，于是他离开黄祖，转而投靠孙权，并给孙权提出了很多可行的建议。孙权依照他的办法，训练了一支精锐上将的水军，向黄祖宣战。黄祖连忙把自己的水军派出来，在江边摆下阵势，还用2条大船阻隔在江面上。孙权的水军毫不畏惧，他们穿着厚实的盔甲，一路高喊着冲到黄祖的船边，没几下就把2条船占领了。黄祖被孙权水军的士气吓住了，好半天才缓过神来，下令回击。结果派出去的将士们差不多都被杀死了。黄祖没有办法，只好弃城逃跑，但终究难逃一死。孙权得到了夏口城，也赢得了全军将士们的拥护。那些原本对他持有怀疑态度的人，再也不敢有异心，全部认认真真的跟着孙权打仗，听他指挥。此后，孙权几次招募有志之士，对周边地区发动战争，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大，得到了更多人的拥护，在江东地区的威望与日俱增。